你好呀，这里是默默的投资笔记。最近我花了不少时间，把闪迪这家公司从头到尾仔细研究了一遍，从财报里的细节、NAND 存储行业的景气周期，到华尔街分析师的一致预期，再到估值测算，都逐一梳理清楚了。今天就把这些整理好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先把结论放在前面，闪迪的基本面确实很亮眼，但现在这个价位已经把近期所有好消息都提前消化了。我的态度是先不着急追，等回调了再说。首先我想先跟大家说说闪迪这家公司的由来。其实闪迪并不是什么新成立的公司，它是西部数据在2025年初把旗下的 NAND 闪存业务整个拆分出来单独上市的产物。简单理解就是原来的西部数据是既做机械硬盘又做闪存的综合存储企业，拆分之后闪迪就成了一家专注 NAND 闪存的纯赛道公司。而且这个拆分时机特别巧，正好踩在了存储行业超级周期的起点上。我查了下数据，闪迪当时上市发行价大概是40美元，结果不到1年半的时间，股价就涨到了现在的2100多美元，算下来涨幅差不多有54倍。这里我想分享4个核心数字，它们是这次研究最关键的发现。第一个，营收同比暴增 251%， 请注意，不是 25%， 是足足251个百分点。这个数字背后是 AI 基础设施建设催生的大容量存储需求爆发，数据中心要存模型权重，存训练数据，对企业级 SSD 的需求直接从够用变成了完全不够用。第二个，远期市盈率仅 11.9 倍，这和当前75倍的市盈率看起来完全矛盾。背后逻辑是，分析师预计明年闪迪每股盈利将从今年的65美元飙升至183美元，增幅接近 180%。 如果这个预期能落地，以现在2000多的股价计算，其实并不贵。第三个，净现金头寸亮眼，公司手握近38亿美元现金，总债务却只有2亿出头，几乎是零负债。这样的资产负债表在科技公司里相当少见，意味着公司财务灵活性极强，随时可以推进回购、并购或扩产。第四个，分析师评级一边倒，18位给出买入评级，仅1位建议卖出。华尔街对这家公司整体相当看好，但有意思的是，他们给出的平均目标价是1751美元，比当前股价低了近400块。这说明哪怕是最看好它的分析师，也觉得现在的股价涨得有点太快了。关于闪迪的价格走势，我会尽量客观描述，把关键数字和时间节点说清楚。闪迪于2025年初上市，发行价大约是40美元。之后随着全球闪存的供需格局发生逆转，价格从低谷开始快速回升，公司的业绩预期也随之快速上修。进入2025年4季度 AI 算力基建带来的存储需求开始超出市场预期，企业 SSD 的出货量创下了历史新高。到了2026年的1、2季度，闪迪开始连续发布超出预期的财报，营收同比增长了2倍多，经营利润率飙升至 70%， 分析师们的目标价也开始密集上调。就在昨天，也就是6月18日，公司股价单日大涨 11.5%， 收盘价为 2184.75 美元，盘中还触及了52周最高点 2191.69 美元。接下来聊聊我认为这只股票最核心的部分，估值。我梳理了6个主要指标，得出的结论是，它既有贵的一面，也有便宜的可能。关键就看你是否相信明年的盈利预期能真正落地。先说说贵的部分。当前这只股票的市盈率 TTM 是 74.6 倍，市净率 23.5 倍，企业价值对营收更是超过51倍。把这些数字放到存储行业里横向对比，都属于偏贵的水平。更直观的是，分析师给出的均值目标价是1751美元，但现在的股价已经到了2185美元，明显超过了这个主流预期。这意味着如果现在买入，按照华尔街的普遍判断，短期内可能不仅没有上涨空间，甚至还存在回落的风险。再看便宜的角度，如果明年每股盈利真能达到183美元，那以当前股价计算，对应的远期市盈率只有 11.9 倍，这个水平甚至比不少消费类龙头股还要低。所以这只股票的估值其实藏着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你敢不敢相信这个高达 180% 的盈利增长预期能兑现？
如果相信现在进场是合理的，但如果心里没底，那现价追进去的代价就是你几乎没有任何安全垫。从财务角度看，闪迪的表现堪称亮眼。我来给大家拆解一下关键数据：毛利率 56%， 经营利润率 70%， 净利率 34%。这样的利润率结构意味着在当前 NAND 价格处于景气周期的背景下，闪迪每卖出100美元的产品就能创造近70美元的经营利润。这种效率在制造业里极为罕见，通常只有行业处于超级上行期时才会出现。再看回报率指标 ROE 净资产收益率达 39.3%， ROA 总资产收益率为 22.8%。 通过杜邦分析可以发现， ROE 的高企主要由盈利驱动，而非依赖加杠杆，这一点尤为关键，说明这份回报是实打实的业绩支撑，而非财务手段堆砌的魔法。现金状况方面，公司持有 37.4 亿美元现金，债务仅2亿美元，净现金头寸相当强劲。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的高利润率本质上是 NAND 价格景气周期的产物，而存储行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历史数据显示，当 NAND 价格大幅下跌时，利润率可能在1-2个季度内迅速下滑，这正是闪迪基本面上面临的最大风险。我基于公开信息梳理了3种公司经营情景，供大家参考。多头情景，概率约 30%， 目标区间2800到3250美元。核心假设包括明年 EPS 超分析师预期， NAND 价格持续上行， AI 存储超级周期延续，机构资金大规模涌入存储赛道。基础情景，概率 45%， 目标区间1500到2200美元。此情景下 EPS 预计在140到160美元，略低于最乐观预期。 NAND 价格维持高位，但涨速放缓，股价将在该区间宽幅震荡，等待下一个催化因素。空头情景，概率 25%， 目标区间800到1200美元，触发条件为 NAND 价格周期反转， AI 需求不及预期，库存重新积压， EPS 大幅低于预期，叠加高位获利盘踩踏，可能引发较大幅度回撤。这一风险真实存在， NAND 历史上曾出现过类似情况。从当前2185美元的价格来看，我们已处于多头与基础情景的交界区域，意味着乐观预期已大部分反映在股价中，进一步上涨需要超预期的催化剂，而下行风险仍不容忽视。关于操作策略，我的观点很明确，当下不追高，耐心等回调。目标买入区间我定在1700到1850美元，这个区间对应20日均线和布林带中轨的支撑区域。从技术面看，有一定的支撑逻辑。如果价格能回落到这个区间，我会考虑分3批建仓，不会一次性把仓位打满，止损参考位设在1760美元下方。如果收盘有效跌破这个位置，就意味着技术面的支撑失效了。这时候需要重新评估 NAND 的基本面是否出现了拐点，得及时离场。仓位方面，建议单票控制在总资产的 5% 以内，这不是不看好，而是因为 NAND 周期实在太难预判，高景气期可能比你想象的长，但反转也可能来得比你预期的猛。适度分散仓位是对自己账户负责的做法。如果现在你已经在低位持有了，我的建议是可以考虑在高位先减一半仓位锁定收益，保留核心仓位享受长线逻辑，等回调到目标区间再补回来，这样既保住了已有的收益，又不会把自己排除在后续上涨的可能性之外。如果你也在研究闪迪或者存储赛道，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很想听听大家对存储周期接下来走势的判断。觉得内容有用的话，点个赞或关注支持一下，咱们下期见。